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家有儿女合体上春晚，注意杨紫的特殊身份。90后果然优秀。首先需要强调的是，今天边宵带给大家谈论的春晚话题，并不是除夕夜的央视春晚，而是除夕夜的北京卫视春晚。但如果把国内电视台比作一个阶层，作为班主任的央视必然是北京卫视的班长，其次是湖南卫视的学习委员，浙江卫视的体育委员。并不是最近北京卫视为了给今年的春晚造势，特意请来了家有儿女的主演。一时间，关于家有儿女适合上春晚的喜讯瞬间通过网络传播开来。不仅有网友对他们多年后谁会再次合作提出了不同的问题，就连很多细心的网友也注意到了安迪这次的特殊身份。虽然安迪、Zray、尤浩然、宋丹丹、高亚麟都是受邀的明星嘉宾，但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叫碧姬，因为这次他被选为春晚代言人，正是因为他在今年各大电视剧中的出色表现，也难怪其他4位为什么会联袂出演。套用网友的话，就是90后真的很优秀。一方面表明了他对安迪的爱，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在事业腾飞的同时，对父母和2个弟弟难得的感恩之情。说到这里，相信你也一定很期待他们5个在春晚一起表演的节目，那就让我们在除夕夜准时锁定北京卫视吧。02沉香如屑最快6月上线，诚意杨紫能否再造共情天花板？近日，网传沉香如屑终于拿到了发行许可证，但是还需要2审，最快6月上线播出。沉香如屑从开拍以来一直是争议与期待并存，剧还没播，关于原著抄袭、剧情魔改、选角争议、服化道、CP、80集试国脚步等争议一直就没断过。但是它仍然稳居观众期待值的顶端，这大部分是源于大家对于诚意加杨紫组合的期待。曾经霸屏的古装仙侠剧《香蜜》和《琉璃》，成就了2位主角在喜欢这类剧集的观众心中的地位。那么2位主角的组合能否造就沉香如屑的辉煌呢？沉香如屑是由欢瑞世纪出品，郭虎、任海涛执导，杨紫、程毅领衔主演的仙侠剧。该剧改编自苏沫的同名小说，主要讲述了女主严旦与应渊君之间的爱情纠葛故事。程毅饰演唐州应渊。程毅2011年10月21日，程毅参演的古装悬疑魔幻剧《唐宫美人天下》首播，在剧中饰演宫廷侍卫冯小宝，首次触电演艺圈。2016年7月，与李易峰、赵丽颖领衔主演了根据小说《诛仙》改编的古装仙侠剧《青云志》，在剧中饰演作风正派、飘逸冷峻的青云门弟子林惊羽，但是这一角色也没能让他获得更多的关注。真正让程毅大火的是2020年8月6日，与袁冰妍搭档主演的古装仙侠剧《琉璃》播出，他在剧中饰演冷静自持、温柔痴心的黎泽公弟子与司凤。程毅靠着司凤的角色，从一开始的颜值不被认可，到最后靠演技在剧中的破碎赶出圈。司凤和玄机的时事虐恋赚足了大家的眼泪，无数人跟着剧中的程毅撕心裂肺。当时59集的《琉璃》甚至被观众嫌弃太短了，为了角色要求注水加更，怎么舍得下我司凤？程毅也因此成为男星破碎感的代名词，表演的共情能力获得认可，真正靠演技让观众忽略他忽高忽低的颜值。而《琉璃》之后，程毅在古装青春情感悬疑宫廷剧《与君歌》中饰演少年天子齐燕，再次让他的演技得到肯定。对于程毅在《沉香如屑》中饰演应渊，观众更多的是期待。小说《沉香如屑》中，应渊君是天界的神尊，在仙魔大战中力挽狂澜，扭转了局面，而他自己身染上魔血而眼睛失明，自囚于神树下。严旦无意间发现了偏僻角落里的应渊君，接触了一段时间后，他对他生出情愫，用自己的莲蕊制香疗愈了他。复明后的应渊君却没有认出严旦，被误会的严旦失望至极，心灰意冷的他投入轮回井自贬下凡。下凡的严旦遇见了道士唐周，还被他当成了妖精装进了葫芦法器中。唐周正是应渊君在人间的转世。看故事简介以及已经发出来的片花，可以看到这个角色和程毅以往的角色非常契合，让人不得不期待再次被程毅拉进应渊帝君的世界。杨紫饰演严旦。另一方面，沉香如屑的女主角杨紫也是女星中共情表演力的天花板。1999年，
杨紫参演个人首部影视作品《如此出山》，正式进入演艺圈。2004年，与宋丹丹、高亚麟、张一山等联袂主演少儿题材的情景喜剧《家有儿女》，在剧中饰演青春靓丽、健康活力的夏雪。2018年，杨紫主演的古装神话剧《天机之白蛇传说》上线，在剧中饰演懵懂呆萌的白夭夭。同年，主演的古装神话剧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上星播出，在剧中饰演的是花神之女锦觅。该剧以 CSM 52成，平均收视率1.3%的成绩，取得了全国同时段电视剧收视冠军，豆瓣7.7的评分，刷新了近几年来古装神话剧的记录。香蜜中，杨紫饰演的锦觅有几场被称为教科书级的哭戏，多次虐哭观众。杨紫在另一部古装剧里的花絮无实物表演，更是让人对她的表演张力佩服。程毅和杨紫各自造就过古装仙侠剧中共情能力的天花板，那么在《沉香如屑》中能否重现香蜜家琉璃的大火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